哦，这事儿我知道，不过你得再等等。等多久啊？现在集团啊，外边有好多货款收不回来，没钱修这个路。反正村里面是已经同意修路的事儿了。是，同意修路了啊，这事儿我认，我也同意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。现在集团呢，经营的状况也不是特别好，很多花钱的地方啊，审查审批都很严格，你就当体谅体谅我，好吧？行。那还得等多久啊1个月，好不好？1个月之内，我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办了。行，1个月。幸福，幸福，啊，菜来了，来拿。来了，鸡蛋拿了吗？拿了，都在这个桶里。哦，你骑车注意点啊，上回有几个鸡蛋就颠碎了。放心，这次绝对不会碎，我垫了好多那个稻壳呢。姐，怎么了？我快去看看吧，客人有意见了。什么意见？哎，你们菜不弄了？姐，这位是我们经理，要不您跟他说吧。啊，你好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想问一下了，你们房间里为什么不配瓶装水？我要了好几遍了，就是没人给我送。哦，对，我们这儿不配瓶装水，我们这儿只供应山泉水。来这儿的客人都是喝我们这儿的山泉水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直接喝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，就是我平常刷牙、洗脸、冲马桶的水，喝到我肚子里去？您放心，我们这水都是从山上引下来的，很安全。山上引下来的，那就更不安全了。我不能喝来历不明的水，我只喝瓶装水。行，您别着急，我去给您买瓶装水。刘花，你带那个客人先去房间等着。哦，我去给您买瓶装水啊。您先喝点水。还让我喝水？哎，吴老师。幸福啊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哦，3号房的齐大姐要喝瓶装水，我给她买了一箱，送过去。哎呦，这放着好水不喝，喝瓶装水，脑子有病吧？这是。哎呦，哎，齐大姐，哎，来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矿泉水送您的，您免费喝，是我们不对。哎呀，何经理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矫情的人呢？哦，没有，那哪能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呢体质比较敏感，就不能喝一点点不干净的水。我理解，不过我们这儿的水也不是来历不明的水，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，很多来我们这儿的客人都很喜欢喝这山泉水，之前都没出过什么问题。那是你比较幸运，你是没有碰到过体质敏感的人。你们这儿又离城里的大医院那么老远啊，出了状况，上吐下泻，脱了水，要了命，你说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？啊，你付不起，您说的对。哎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吴老师，哎呀，这怎么喝了个水就出人命了呢？啊，
哎，我是刚才在底下遛弯啊，听着你们二位闲聊，我就不请自来了。齐大姐，这是吴作家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因为齐大姐说她体质敏感，喝不了咱们这儿的山泉水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。哎，这位大姐，我跟你聊两句啊。他这儿的水啊，那是纯自然的山泉水，里面的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好处。口说无凭，你们有检测报告吗？有啊，我们开店之前是必须要做水质检测出报告的。那个报告啊，只能说明你们符合基础饮用水的标准，并不是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标准。哎呦，这我怎么听出有点抬杠呢？这位大姐呀，我得劝劝你，不要难为这位姑娘啊。这里面的水真是纯正的自然的好水。我走南闯北去了很多地方，哪儿的水都喝过，还就喝这里的水泡茶最香。这么说吧，我到这儿来呀，就是冲着这里的水啊，泡的茶那才有味道。哎呀，您这话呢，跟别人说说也就算了。我呢是环保局水质监测站的化验员。哦，你看着这水是吧，挺干净的。可是放到我们那个监测设备里啊，你就可知道了，这里面的有机物啊、有害物质啊，可多了去了，什么重金属啊、大肠杆菌呐、有机污染物啊、三氯甲烷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，这些水要是喝进人体里头，你知道吗？时间长了那是会中毒的啊！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得了病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得的，就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。这些水导致人呐都会得病。那要是得了癌症，可是人命关天了。哎呦，这个大姐呀，这是不是忒严重了呀？啊？哎，齐大姐，这个检测在哪儿做呀？就在我们检测站就能做呀。哦，那多少钱啊？你之前做的呢是基础饮用水的检测，那就比较便宜。这种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检测呢，那就比较贵，好像得7000多。7000多。哎呦，其实大姐，我感觉呀，您的体质也是一个特殊的这么个类型，是吧？你看看我啊，我在这儿很长时间了，每天喝这个水，还有这儿很多的这个乡亲们啊，都喝这水，没出现毛病啊。那只能说明啊，您的体质也非常的特殊。您比如说如果有害的水喝到你的身体里面，那就没有事儿。我们这种敏感体质呢，是喝不了不干净的水。您这种体质呢，是喝多少有毒的水进去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您的体质里面就是可以容忍这些毒素，但是不能证明这个水就是好水。但是有很多人他容纳不了这些毒素，那要是得病了呢？那要是出人命了呢？你们负得起这责任吗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作家，齐大姐。我觉得这个检测得做。哦，如果检测了，证明我们这儿的水就是饮用天然矿泉水，那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客栈的新特点，是吧？这个姑娘聪明。哎呦，你这脑子太灵光了。我看出来了，姑娘，你是不是想好好的做这买卖？那当然了，我还是想让更多的客人喝到我们这儿真正的山泉水。那就对了。如果水质检查能够检测出你们这儿的水真是好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以让你这7000块钱不白花。我给你介绍好朋友，介绍客户来，让你啊，很快就能把这7000块钱挣回来，还能挣得更多。嘿，好，真的。哎，检验通过了，我请这位大姐喝我的好茶，怎么样？茶不重要，水质很重要。老李，这儿还真是依山傍水，风景不错。哎，老李，你累不累？要不喝口这个饮料提提神儿？我不像你，不需要提神。嗨，咱们后边好像有个尾巴，有辆车跟着咱们半天了。是吗？别往后看。慢点，别跟太紧。
他们跟着咱们干嘛呀？心虚呗。我敢断定这里的水质肯定有问题。以往咱们的环境车只要去有问题的地方，都会出现这奇奇怪怪的事。真的假的呀？老李，你可别吓唬我啊！坐好了。快，加速，跟上，再快点！老万着急开会，下午肯定要问保健品厂亏损的事儿啊！你可好好想想，一会儿你怎么跟他……接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是你等会儿，我话没说完呢，你就在这接不就完了吗？好。莫总，环保局的车已经过水尾村了。你什么时候看那车的？还去其他地方了吗？我们刚去市里办完事儿，这没多一会儿就碰到这辆车了。刚开始我们谁也没在意啊，可谁也没想这一路他们就开过来了。哎，莫总，我看您还是赶快准备接待一下吧。谁打电话啊？谁打电话？啊，没事，那个污水厂的老吴。进村了，你们给我拦住啊！你们，好了，我现在回家，来。给我站那儿！怎么打着又要往外跑啊？哎，等一会儿啊，他们没往集团的方向走，也没去污水处理厂啊，他们这是去哪儿了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在小万总那儿呢，有事儿你自己处理，你看着办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什么电话呀？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哎呀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哪敢瞒着你呀？污水厂的老吴给你打电话干嘛呀？哎呀，这小子，他净惹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嫖娼被抓了？哎呦，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你能不能别老一块去干那缺德事儿啊？你别让我把话说那么透，好不好？你看你那个表情，你这么大人了，你们不能老干那缺德事儿，知道吧？别开玩笑。那个，小安总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！我说老万啊，要是再问这个保健品厂亏损的事儿啊，你别再糊弄他了啊！他这脾气，你再糊弄他就掀桌子了。你想一想，具体一点，你跟他说什么原因，为什么，好吧？队长，回头看看后边那车还跟着了吗？啊。哎，没有了呀。奇怪了，会不会是这附近村上的刚好跟咱们同路呀？也许吧。齐大姐，我对我们这儿的水有信心。这要是检测出来没有问题，那您之前说的话还算数不？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。行，那吴老师，您替我做个证。我一定作证，而且公平公正。啊，我就不相信了，我爱喝的水会有问题。哎呀，这饮料呀，也有很多人爱喝，但是有许多饮料对人体是有害的。如果舌头管用，要我们监测站干什么呀？我们呀，还是要相信科学。齐大姐，水样呢，我们采好了。何经理啊，既然你说你们这儿的水是山泉水，我建议啊，
咱们去山里边也去采点样，看看山里的泉水和你这儿的水水质是不是一样的。没问题，我家里人就是喝这儿的水长大的。山里有个泉眼，我带你们去。我作为保健品厂的总经理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保健品厂呢自建成以来，效益确实是不尽人意，大大低于预期。哎，但绝非是我们产品质量问题，问题就在于人工和原材料实在涨得太快了。另外，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竞争也是非常激烈。这利润空间现在是压得越来越小。再有现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，老赖肆虐，货款回笼不及时，三角债是越欠越多，所以我们就想，既然发现了问题所在，想什么办法解决了吗？小万总也是心急如焚啊，亲自指挥。各位同事群策群力，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。一方面就是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，能省的成本我们彻底把它省掉；另一方面就是加大催促回款力度。如果回款及时的话，资金的利用率就会提高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好转。好吧，希望如此吧。啊，把各位叫来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通报一下。创富先进村的评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县里面信任我们，已经打电话过来了，让我们继续作为省里的代表参加评选。创富先进村是我们万家庄的一张名片，这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但是，不进则退。这个产业转型的口号我们已经喊了好7年了，啊，保健品厂的效益就是检验我们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，所以一定要把业绩搞上去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都得加把劲儿，把业绩搞上去。业绩上不去，人就给我下来。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啊，明白，保证不辜负万总的期待。别喊口号了，给你们1周时间，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，咱们再开会。看了吧？来来，我看你本上写的什么？开个会啊，别弄得跟默写课文似的，啊，有这功夫多想想怎么把保健品厂的效益搞上去，一天都给老子丢脸。莲花，大婶儿，您咋来了？幸福叫我来的。啊，您先坐吧，他一会儿就过来。哎，好。莲花，你在这干咋样啊？挺好的，虽然没有厂子里赚得多，但这儿环境特别好，心情也挺好的。就是啊，你们装的可真漂亮。我们都是在这儿定做的。哦，在这儿定的呀？嗯，对。感觉好洋气。您先坐啊。哎。婶子，您来了。哎，刘花，你把第1个月的住宿情况统计一下，做个表。嗯，好。是，走，咱们去办公室聊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了啊。哎，秀玉，莲花，哎，你尝尝这个，特别好吃。我嫂子呢？办公室呢吧？杠子妈来了。她来干什么呀？听幸福姐说，好像是请她帮忙做饭来了。请她干嘛呀？
哎，这还挺好吃。哎，行了，你留着吧，我看看去啊。嗯，好。来，婶子，喝水。都说您做饭好吃，您要不要来我这儿给客人做饭呀？您要是来了，以您为主，我给您打下手。哎呦，你可太抬举我了。我做的那个饭呐，也就给咱们乡下人吃的粗茶淡饭，上不了台面的。不行不行，你看你这来的都是城里人，不行。婶，您不知道，城里人来这儿就是想吃咱们这地道的农家菜，我们就是在摆盘上讲究一点，这您不用担心，我来负责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嗯，那给工钱吗？那肯定给啊，不能让您白干啊。1个月2000，做3顿饭，您看成不？您在村里拿着养老金，到我这就当是赚个外快呗。2000块，真有点少，能再涨点吗？你看你这客栈吧，离咱们村7、8里山路呢。你说我这岁数，每天爬上爬下的。婶子，你也看着了，我这客栈刚开始营业，没什么利润，现在花的钱也都是众筹来的，手头实在是有点紧。大家这么支持我，我也不想辜负大家。现在真是恨不得1分钱分2半花。您放心，如果我客栈后面开始步入正轨了，我肯定给您涨工资。嫂子，哎呀，诗丽呀，婶儿在呢。哎呀，你这丫头是越长越漂亮了。你不是在集团上班吗？怎么又到客栈帮忙了？哎，我也投了钱了，也是个小股东呢。嫂子，你不是想找个会做饭的吗？我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，我带给你见见。哎呦，还找什么人呢？我不也在呢吗？你嫂子刚才正跟我说这事儿呢。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啊？要不就周5吧，周末客人比较多。这2天你也准备准备，去医院验个血，做个体检啥的，费用我来出。毕竟咱是厨师，做着饭得让大伙吃着放心。行行行，哎呀，到底是去过城里的人啊，就是讲究。查吧，查了我也放心。行，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婶子，这个菜单您拿回去看看，琢磨琢磨。我是想着到时候能加几个您拿手的菜。行行行，那我回去琢磨琢磨啊。行，那一言为定啊。行，那一言为定。哎呀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中午过来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婶儿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你干嘛非要用它呀？咋了？我就烦他。为啥呀？做饭的哪不能找呀？我突然从城里给你起一个来。你看咱村里谁家办事儿不都是找他做饭吗？他做饭就是好吃，就是咱们地道的农家味，跟那城里的厨师就是不一样。要以大局为重啊！我就烦那死老太婆，他来我不来。喂，你好，幸福客栈。对不起，我们不需要推销。不需要，谢谢。何经理，徐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愿赌服输，我来还赌债的。检测报告出来了，合格吗？不只是合格，远远高于标准。高于标准啊？这以后就是你的金字招牌了。我建议呢，把有参数的这一页找个镜框挂起来，懂行的人呢一眼就能明白。行，谢谢徐大姐啊！你看，我就说我们这的水没有问题，就是没问题啊！这水真的非常非常好。忘了跟你介绍了，这位呢是我的先生。我不是答应过你吗？给你介绍客户，他们公司有特别多的活动，比如说公司团建呐、招待客户经营研讨之类的活动。就愁找不到好地方，我就把你这儿的情况跟他介绍了一下，他就说想来看看。欢迎欢迎。何经理，幸会。幸会。庆志的婚事要是能办就好喽。能办就早点办吧，办完了咱们家呀，就算是又了了一件大事。庆志个老丈人，
人家是有身份的人，彩礼不能小气了，婚礼也不能含糊，往后还得靠着他老丈人照顾庆志。可这个丈母娘，庆来说到现在还没看上咱家庆志呢。所以说，咱们坚决不能抠抠缩缩的。那不是说不要彩礼了吗？也就那么一说，就算不要彩礼，婚礼也不能小气了。我都打听了，城里办婚事咋说都得10几20万呢。啊？怎么那么多呢？有那么多钱，好好过日子不行啊？净瞎造。那咋办？现在家家都这样，都比着呢。没钱借钱也得把面子挣足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咱老两口这几年啊，也就辛辛苦苦的攒了这么点钱，还差不少呢。这不够咋办呢？啊，家里还有鸡蛋吗？还有几个？就几个？都叫你拿到客栈去了吗？哎呀，又快没了。你们这么个吃法，这家里可顾不上。那边又火急火燎的要鸡蛋和各种蔬菜，那我去市场看看吧。慢点啊！小万总啊，我找人私下问了，这个谢总，他不缺钱，只是压着货，故意拖欠货款，他的一贯做法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找了律师了，先发个律师函，不行就告他。这家伙，毕竟拿着咱们整个南方的5个省的代理，弄僵了，影响销售业绩不说，只怕以后这5个省的销售可就不好做了。我这儿都火烧眉毛了，老莫，就别跟我说以后了。哎呀，这现在市场行情不好，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了的。你跟老万说去啊！你能跟我这么说，我敢这么跟他说吗？你别乐。上回他说那些话，不就说给我听的吗？保健品厂这件事儿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主抓。现在业绩上不去，出了问题，他不就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弄到我一个人身上吗？不至于吧？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爹呀，不会那么不讲道理吧？你别嘻嘻哈哈的。但凡有什么事儿影响了他那个什么评优，他跟我就真的没道理可讲了啊！那是我爸，我了解。这些年，他最在意的就是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号，他宁可不要我这亲儿子，也不会不要那些荣誉。那你说吧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老莫，咱俩这么半天聊闲天呢啊！我能有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尽快把那些该要的货款全都给我要回来，明白吗？进。何律师，莫总，你们聊，我去忙。尽快，尽快。明白。坐。亲，叫你来呢，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叫我何律师。行了啊，在我这儿就别端着了，我又不是外人。你就是外人，有事吗？有事就说。没事，我走。哎，不，刚来就要走呢，还真急了。坐，哎，坐下说。这脾气，哎呦，你说在外边我给足你面子，那这都进了我办公室了，门都关上了，你就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啊？毕竟是我花钱雇的你们，那我也算你们上帝啊，对不对？行，这样，你帮我在你姐的幸福客栈订2个房间，我要招待一个重要客户。你有毛病吧？这算什么正事儿啊？你找你随便一个秘书打个电话，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你至于把我从城里叫过来吗？哎呀，息怒！我叫你来本来是想让你给我打个官司的，可我这不是临时改主意了吗？我想先礼啊后兵。听不懂。
你要是想说的话，就说清楚一点。就是有一个合作的客户欠了我们很多货款不还，我就想着你陪客户一起吃个饭，到时候，你做梦去吧，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销售，想什么呢？何律师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误会了。你说我们这么大个集团，还能没几个销售吗？对吧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去陪客户喝酒吃饭呢？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是律师啊，我想吃饭的时候你在场，那是我的一个态度，对吧？你别总是敬酒不吃，非要吃那罚酒。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？你知道我是个律师，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我们之间最多就是代理业务的关系，所以说陪你的客户吃饭，这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。对，你刚才说的都在理啊，不过就是，没事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就是你们律所跟我们集团的那个法务协议，好像快到期了。所以呢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还就跟你关系最大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些年这个大大小小的律所，我也接触过不少，可还没见过像何大律师这么年轻就能接管大集团法务的律师。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不代表没有。非得让我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吗？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不就是因为你帮你们律所拿到了我们集团的法务代理权吗？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。你何律师，我需要你帮我把这些钱要回来，因为我的集团急需要这笔钱来提高业绩。你把这件事办成了，我让我们集团继续跟你的律所续约，你还能继续舒舒服服地做你的何大律师。你说到了今天，你不会还愿意做回那个实习律师小何吧？别生气女孩子不能总生气，好好想想。Hello， 我姐呢？她出去了。哦。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整理客栈的账呢，等一会儿再跟你说啊。那个姐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那我去你家吧。一会儿见，拜拜。你要订房间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，干嘛还跑这么一趟呀？谁订呀？这么上心？就是保健品厂的南方代理商，这次是来谈货款的。你是律师，干嘛要去谈货款呀？这不是要到了货款的话厂里是得大利，那我不就得小利吗？这不双赢吗？你别为了赚钱啥都干啊！没有，我这不是还是想顺道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生意嘛。而且你想我在人家企业里面。那他们好了，我才能更好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在商言商，姐，定不定？肯定可以哈。这没问题，就订个房间嘛。这样也好，你们这货款要是要过来了，那客栈修路的事儿也有着落了啊。对呀，你瞅，这不一下就3赢了吗？哼。幸福姐早。早啊。咋了姐？没睡好啊？是呀，愁呀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让你高兴一下，咱们客栈这个周末都客满了。啥？这几间房都订出去了？对啊，除了那个齐大姐夫和吴作家承包的客房，其他全都订出去了。是吗？
那不会又都是熟人订的吧？不是，都是打电话订的，说是吴作家粉丝看了他微博，特意跑过来看看。啥微博啊？你看了？看了啊，你看，就这个。他写了咱们客栈检测水质的故事，还讲了他居住感受。看下边还配了好多照片，拍的还挺好看。把这说的跟神仙住的似的。呀，这么多评论啊！那咱们这要火呀！对，那走，咱们感谢一下吴老师。吴老师，好消息！好，咱们这周的房间都已经约满了哦，都是因为您写的那篇微博。是，很多客人都说，就是看了那篇文章才专门跑过来玩的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您不知道，之前这没客人可给我愁坏了。我写那篇微博啊，就是不想让你这客栈倒。你说了，这要你的客栈倒了，我住哪儿啊？是不是？那我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？你说。我想把您那篇文章打印出来啊，专门给咱们这儿的客人看。我相信宣传的力量。来这儿的客人要是读了您那篇文章之后，那再住的感受肯定就更不一样了。没问题。这是今年新下来的云雾茶，沏壶给您尝尝。哎，好嘞。美啊，俗人多饭酒，谁解驻茶香？美呀！喂，你好，幸福客栈。下周5啊？您稍等，我看一下啊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下周5已经订满了，现在只有下周4有房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只能周末来是吧？行，那要不您留个电话吧，我记一下，如果有空房了，我再通知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记下了。行，那有空房我通知您。哎，好，再见。这边就到了，姐。谢总，这就是我姐，来啦，也是这家客栈老板。您在这儿就当自己家似的，有什么事跟她说。姐，这个就是集团的贵客谢总和他的助理，然后那个这2天你就帮我好好招待他。带身份证了吗？哦，在我这儿。您登记一下。姐啊。这是环保局给我们做的一个水质检测报告。谢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，你感觉他怎么样？这是吴作家写的一篇居住体验，他夸我们这儿的水特别好。啊，姐弄好了。行，谢总办理完了，来把房卡给我吧，正好我带你们过去。我跟你一块儿吧。谢总这边请。就是这个房间，我给您选了一个在山顶的房间，这是我们这最好的，能看风景。您看这周边视野多辽阔呀！就这儿，请进。您看看还满意吧？对。那个，那谢总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稍微晚一点，小范总跟莫总过来，请您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看见了吧？所以说呀，咱这个不好伺候。一会儿请客的饭可千万不能马虎了，所有的都给他按最高规格，反正也是集团花钱。啥最高规格啊？
就是什么都给他弄最贵的呀。哎，我想着这个客栈的生意也见好，能不能跟他们说说，拿出点钱来帮帮家里？哎呀，我乖儿子，来个抱抱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爸爸在这儿呢？进来。啊？乖哈。咋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那客栈生意见好，能不能拿点钱出来，把庆志的婚事办了？小豆子，去玩去，快，去驱车去。我看庆志也没急啊，你们急什么呀？要出钱的事儿，他不好意思开口。这客栈的钱都是众筹来的，账目公开，大伙儿都看着呢。再说了，这钱也挪不出来呀。那家里的事情你总不能不管吧？你是当哥的，你就不关心你弟弟啊？我管的还少吗？是我们老了，帮不上忙了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临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。